家人们，今天这剧情直接炸场！谁能想到，全网公认最烦人、最爱甩锅的显眼包子属金本金，我林小小居然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上一世末世降临，我被恶毒的主管活生生推出去，为了丧尸，我饿到去啃烂树皮，喝臭水沟里的脏水，最后孤零零的惨死在满是丧尸的街头。你们知道我临死前唯一的执念是什么吗？不是别的，就是一口心心念念的赵大强麻辣烫。可我连一滴麻酱的香味都没闻到，就活活憋屈死了，惨到极致。我要吃赵大强麻辣烫，没有麻酱我活不了啊！我要加麻酱，加炸串，加白糖，我现在就要吃。包房那扇门哐当一声被粗暴撞开，周主管带着怒气大步冲了过来，他双手叉腰，居高临下的指着我的鼻子，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唾沫星子乱飞的厉声呵斥：林小小，你又偷懒摸鱼，扣你3天工资，再哭再闹，直接卷铺盖滚蛋，别在这儿影响干活。听到这刺耳的骂声，我猛地抬起头，哭红的眼睛骤然睁大，瞳孔剧烈震颤。这一秒，我眼里的委屈软萌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冰冷。无数前世惨死的记忆碎片，像炸弹一样在脑海飞速闪回，被周主管克扣工资，被他无情推去挡丧尸，饿到胃里出血的画面密密麻麻的炸开。我重生了，末世还有1小时就要全面爆发了，这次绝不会再饿到惨死。我要狂囤赵大强麻辣烫，我要复仇，我要活下去。家人们，谁懂啊？上一秒我还在末世里饿到啃树皮等死，下一秒直接重回饭店后厨。回过神的我深吸一口气，一秒切换回我紫薯精的专属被动技能。前世我就是太老实，才被这帮恶人欺负。这一世老娘主打一个绝不内耗，绝不背锅。我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紫色宽松工服，吃力的搬着一筐青菜来到后厨，嘴里还在小声嘟囔抱怨。我手一松，哗啦一声，假装手滑把一筐青菜全打翻在地。听到动静，满脸横肉的周主管像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冲进后厨，指着我的鼻子怒气冲冲的破口大骂。我瞬间变脸，撇着嘴，眼眶1秒变红，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用带着哭腔的小奶音委屈大喊：主管，这地面太滑了，不是我故意的，是地的问题。周主管直接被我这套丝滑的小连招对得哑口无言，看着我这副狂掉金痘痘委屈巴巴的样子，他身在半空的手直哆嗦，最后只能咬牙切齿的随便骂了2句作罢。我低着头假装抹眼泪，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前世我就是太窝囊，任人揉捏，这一世我的甩锅技能直接拉满，主打精准虐渣。我的眼神瞬间变得精明狠厉，老东西还想扣我工资，门都没有。我快速的从地上爬起来，抬头死死盯着墙上滴答作响的时钟，距离末世爆发就剩不到1个小时了，谁还有空跟你玩职场霸凌？我得赶紧去囤我心心念念的麻辣烫食材，末世一来那可是啥都没了。我整理了一下紫色工服，来到门口，偷偷瞄向走廊尽头的饭店仓库，一改刚才的委屈，眼神瞬间发亮，像极了盯上猎物的小狐狸。家人们，谁懂啊？躲过了周主管那个老登的狂轰乱炸，我趁着前厅都在忙，后厨四下无人，一个灵活的闪身，偷偷溜进了饭店的仓库。推开那扇沉重铁门的瞬间，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人都要幸福的晕厥过去了，眼睛当场就直了。一排排货架上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全是我日思夜想的赵大强麻辣烫标配食材啊！昏暗的仓库里，我看着满屋子的食材，双眼放光，激动的直咽口水。我像个护食的小松鼠，迅速在角落里找了个白色塑料筐，直接开启末世零元购的疯狂进货模式。麻酱，这可是赵大强麻辣烫的绝对灵魂，必须多拿点，2大罐不够，再来5罐。辣椒面绝对不能少，无辣不欢。还有这晶莹剔透的宽粉，Q 弹爽滑的鱼丸，脆生生的蔬菜。哦对，还有这最顶饱的黄面条，统统给我进筐，这可都是保命的灵魂。要是没有这些绝美神仙食材，这破末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忙得脚下生风，不亦乐乎，哪怕累得气喘吁吁，心里也比吃了命还甜。我咬紧牙关，使出吃奶的劲儿，像做贼一样，轻手轻脚的将这2大筐沉甸甸的宝贝食材一路运回了后厨。我左右张望，确认安全后，将2筐食材小心翼翼搬运后厨角落里那个平时根本没人注意的最隐蔽的储物柜里，然后直接将食材全部藏进储物柜。我的眼神闪过一丝狠厉与后怕，回想上一世末世爆发后，我就是因为手无寸铁，又没物资，被那群白眼狼同事抢来抢去，最后落得个活活饿死的下场。那种胃里反酸到啃树皮的绝望滋味，我林小小这辈子死都不想再体验第2次了。这一世既然老天让我重来，我必须要把我最爱吃的麻辣烫囤到天荒地老，谁敢抢我的吃的，我就跟他拼命。昏暗的光线下，我看着冰冷的储物柜门，仿佛守护着稀世珍宝，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极度满足的财迷笑容。就在我一篮一篮往储物柜藏食材的时候，厨房门口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听着厨房卷闸门被推上去的声音，慌忙转身，看到卷毛满脸担忧地向我走来。全网最深情的小卷毛终于登场了。上一世他为了保护我被丧尸撕碎，这一世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满脸担忧地走到我的身边，俯下身子紧张地询问：小小，你躲在这里干嘛？又受委屈了？是不是周主管又欺负你了？我听着卷毛小心翼翼的询问，瞬间戏精上身，瑟缩了一下，双手纠结的交握在一起，秒变委屈小可怜，当场甩锅，自己是给客人打包剩菜，不小心迷路了。
又害怕周主管责怪，随即眼含泪水对着卷毛说道：“他们都欺负我，把所有的活都推给我来做。”然后又吸了吸鼻子说道：“我想吃赵大强，我想吃麻酱满满的赵大强。”卷毛满脸疼惜地看着我说完，深吸一口气，眼神从不忍变得坚定，直视着我的眼睛，温柔且掷地有声地说道：“小小别怕，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只要有我在，就没人欺负得了你。只要你想吃赵大强麻辣烫，我就带你去吃赵大强麻辣烫，管够。”我心头一暖，上一世卷毛也这么保护过我，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辜负这个忠犬保镖。我对着卷毛重重地点了点头，嘴角扬起一个真实的微笑。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极其暴躁的怒吼声，打破了温馨气氛。卷毛立刻把我护在身后，警惕地看向门外。我知道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刚开始。饭店前厅，老板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手里攥着对账单，大步流星冲向后厨，高喊着要把所有人集合。果不其然，老板发现仓库食材少了一大半，老板当场发飙，把所有员工叫过来质问。老板狠狠一巴掌拍在不锈钢桌面上，发出一声巨响，同事们吓得瑟瑟发抖，站成一排，连大气都不敢出。我半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装出一脸无辜受惊的模样。老板怒目圆睁，唾沫横飞：“谁偷拿了仓库食材，主动站出来，不然扣光所有人工资！”全场死寂，同事们互相看着，面面相觑。周主管更是脸色铁青。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我怯生生地举起右手，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往前走了一小步。老板立刻恶狠狠地盯住我，仿佛要吃人。我深吸一口气，一脸认真地开启甩锅大法，手指指旁边正在擦地的打扫大妈。我音量提高，信誓旦旦：“老板，我刚才看见打扫大妈进去了，她拿了个黑色大袋子，还鬼鬼祟祟的。”打扫大妈手里的拖把啪的掉在地上，整个人惊呆了。大妈疯狂摆手，结结巴巴想解释，百口莫辩。老板根本不听，转头对着打扫大妈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怒骂。我默默退回队伍，躲在周主管身后，嘴角疯狂上扬。我站在一旁暗爽不已，钱是老板克扣我工资，这仇我先报一点利息。就在老板骂得正欢的时候，厨房的灯不合时宜的闪了一闪。我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距离末世只剩最后10分钟，真正的地狱末日马上就要来了。饭店后厨依然嘈杂，打扫大妈还在被老板训斥。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天际，尖锐的声音直接刺破了饭店的喧闹，所有人的动作瞬间定格。饭店的玻璃门外，大街上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外面的红色警报灯疯狂闪烁，映红了半边天，路人连手里的东西都不要了，满脸惊恐的狂奔。马路上也乱成一团，到处都是事故。饭店里，客人们终于反应过来，纷纷放下筷子，尖叫着往外冲，推搡踩踏。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什么普通的消防演练，到处乱窜。我直愣愣地站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前世尸潮遍野，活人相识的恐怖画面在脑子里炸开。我闭上眼，猛甩了一下头，死死攥紧了拳头。末世真的要来了！我猛地转头，脑子里想着厨房藏食材的储物柜，眼神从最初的慌乱瞬间变得无比狠厉，与之前那个软萌委屈的样子判若两人。周主管不知死活地挤过来，扯着嗓子怒骂：“都慌什么？破警报而已！林小小，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大厅收拾桌子！敢偷懒，这个月工资全扣！”我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具尸体，死到临头还想着压榨员工，这刻薄样子真是没救了。我甩开他，转身就往厨房走去。我懒得跟他废话，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摸出钥匙，紧紧贴着柜门，守住我的赵大强麻辣烫，谁也别想挡我的活路。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从饭店正门传来，玻璃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纹。末世警报实锤，倒计时进入尾声，刻薄主管还在作死，而我即将迎来生死时刻。丧尸马上破门，我能顺利活下去吗？警报声未落，砰的一声巨响，饭店玻璃大门被丧尸硬生生撞碎，碎渣如暴雨般飞溅，面部溃烂的怪物踏着狼藉，嘶吼着冲了进来，见人就死命扑咬。前一秒还在抱怨的客人和员工，此刻吓得魂飞魄散，疯狂逃窜，哭喊尖叫混作一团。热闹的饭店眨眼间沦为人间炼狱。生死关头，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周主管，此时吓得双腿发软。就在一只丧尸朝我们扑来的瞬间，他猛地转头盯上我，恶向胆边生。他死死拽住我的胳膊，竟然想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给自己争取跑路时间。他歇斯底里的大喊：“你先挡着，我去找人救你！”上一世我就是这样被他推进尸口，差点被活活咬死。这一世带着血淋淋的记忆重生，我怎么可能再任他拿捏？眼底的恐慌瞬间被彻骨的冰冷取代。我非但没挣扎，反而顺着他的力道猛地向前，借力打力，死死攥住他的手腕，反手将他朝丧尸的方向狠狠推去。我冷笑：“要挡你自己挡，前世的账今天先算一点。”周主管失去重心，重重摔倒，一只丧尸的利爪堪堪擦过他的头皮，他吓得惨叫连连，连滚带爬的逃命。我冷哼一声，懒得多看他一眼，趁着全场极度混乱，一把抱起早就藏好装满麻辣烫食材的箱子，头也不回地朝后院最隐蔽的包间冲去。我拼尽全力冲进饭店最隐蔽的私密包间，反手把门死死反锁。紧接着，我咬紧牙关，搬来旁边厚重的实木柜子，死死顶住大门。外面丧尸的嘶吼声、疯狂的撞门声，隔着门板震耳欲聋，听得人头皮发麻。我背靠着大门，大口喘气，额头上全是冷汗，直到低头看见脚边那箱满满当当的食材：麻酱、宽粉、
炸串、辣椒面全都完好无损，我紧绷的神经这才彻底放松下来。上一世我在末世饿到啃树皮、喝脏水，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临死前满脑子都还在念叨赵大强麻辣烫。可这一世我带着记忆重生，开局就囤满了最爱的食材，直接实现末世麻辣烫自由。我迫不及待地从纸箱里翻出一根酥脆的炸串，狠狠咬了一大口，真香。熟悉的味道瞬间在口腔炸开，眼睛幸福地弯成了月牙，之前的恐慌直接被美食治愈。我一边大口吃着炸串，一边在心里发誓，这一世我不光要在这末世里好好活下去，还要顿顿炫赵大强。谁敢抢我的吃的，我就跟谁拼命。前世那些欺负我的仇人，全都要被我狠狠踩在脚下。开局物资管够，炸串吃到爽。可就在这时，包间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活人求救声。这门我到底是开还是不开？我刚咽下沾满麻酱的炸串，包间外就传来急促拍门声。小小，开门救救我！女生哭腔的求救混着丧尸嘶吼刺穿耳膜。我扑到门缝往外看，血液瞬间凝固。门外满身抓痕，正被丧尸追扑的女孩，竟是前世被我天天甩锅的李玉凤。前世记忆狠狠扎进脑海，上一世我犯了错全推给她，玉凤每次都默默背锅，大家饿疯时她却分我吃的，最后为救我惨死，愧疚瞬间淹没我。这一世我绝不再做坏人。眼看丧尸利爪要刺穿她的后背，我猛地推开柜子拉开门，一把将她硬拽进包间。我死死顶上门，丧尸的指甲重重挠在门板上，刺耳的摩擦声让人头皮发麻。就差1秒，玉凤瘫坐在地，大口喘气，满脸不可置信。小小，你真救我？我以为你不管我死活。看着他触目惊心的伤口，我强忍眼酸，别扭的转过头，把半根炸串直接塞进他手里。哭什么？以前我不懂事，现在末世抱团才能活。我板起脸，用小奶音凶他，听好，以后我不甩锅了，我罩着你。玉凤握着炸串，眼泪大颗砸下。可看着屋里好不容易囤满的赵大强食材，我暗叹，物资只有1份，后续怎么分？这可是我横着走的底气啊！就在我们刚松口气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拳肉相搏的打斗声，伴随丧尸的惨叫，有人在外面大开杀戒，到底是谁？家人们刚把玉凤拉进包间躲好，外面丧尸嘶吼声还没停，突然就传来砰砰的拳脚声，还有丧尸的惨叫声，一下下撞到耳膜上，听得人心脏都跟着就紧。小小，这是谁呀？不会是丧尸内讧了吧？就在我俩吓得大气不敢喘时，门外打斗声突然停了，紧接着传来沉稳的敲门声，咚咚咚，节奏均匀，根本不是丧尸乱撞的杂乱动静，这节奏我一听就熟。小小，是我，小卷，快开门，我找到你了。天哪，是卷毛！我想都没想，立马搬开凳子，一把拉开了包间门。开门的那一刻，我直接看呆了，眼泪差点飙出来。卷毛就站在门口，浑身都是伤，头发凌乱的贴在额头上，脸上沾着灰和污渍，可他怀里紧紧护着一个塑料袋，双手攥得死死的，生怕被什么东西碰到。小小，没吓着吧？我路过赵大强门店，特意绕路给你买的，知道你爱吃。末世乱得很，肯定饿坏了吧？小卷，我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只化作这2个字，哽咽着说不出其他话来。家人们谁懂啊？别人末世只顾着自己逃命，卷毛却顶着丧尸的危险绕路给我买麻辣烫，就算自己受伤，也把我的最爱护得好好的。麻辣烫的温热透过塑料袋传到我手心，我低头看着袋子，又抬头看向卷毛的伤口，眼泪终于滑落脸颊，滴在衣袖上。一碗热乎的赵大强，一份拼尽全力的守护。我、玉凤、卷毛3人小队正式集结。可周经理和老板还没死，他们闻到香味，很快就会找上门抢物资。2人手指轻敲墙面，眼神贪婪，注视包间方向。危机才刚刚开始。家人们刚和卷毛、玉凤在包间里勉强安顿下来，门外就传来一阵鬼鬼祟祟的脚步声，紧接着门把手被人使劲拽了一下，不用想都知道是那没死透的周经理找过来了。门外突然传来周经理的嘶吼声，带着贪婪的凶狠：“林小小，快开门交物资！麻将是饭店的，你不配拿，不然撞门弄死你！”话音刚落，就传来哐当一声踹门声，门板被震得微微晃动。闻着麻将香就来抢，真当我还是任他拿捏的软柿子？小卷、玉凤，他撒谎，根本不是要什么饭店物资。上次丧尸冲进来的时候，就是他亲手把我推出去喂丧尸，自己趁机跑路。我越说越激动，声音带着哭腔，却字字清晰。他还偷偷藏了饭店备用现金，想独吞所有物资，连一口吃的都不给我们留。卷毛本就护犊子，一听周经理居然还敢害我，瞬间暴怒，直接搬开底门柜子，二话不说，一脚踹开门，冲出去直面周经理一伙。卷毛往门口一站，身形挺拔，眼神凶狠的像蓄势的猛兽。周经理和他身后2个跟着起哄的食客瞬间就慌了神，下意识的往后退了2步，脸上的嚣张劲一下子就没了。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再也不敢抢物资了。看你求饶的份上，这次饶了你，但必须把藏的物资交出来。周经理慌忙掏出藏在身上的饼干，双手递了过来，带着你身边的人赶紧走，再敢来抢物资，绝不轻饶。周经理带着手下跌跌撞撞往走廊尽头跑，背影狼狈不堪。看着他仓皇逃窜的样子，我心里别提多解气了。前世他怎么压榨我、害我，今天就加倍还回去。周经理跑了，但危机还没结束。抠门老板也闻着香味来了，走廊拐角处，老板躲在墙后，眼神贪婪地盯着包间方向。麻将保卫战才刚刚开始，这波危机咱可不能掉以轻心。
家人们，末世才过去半天，外面的幸存者已经饿到发疯了。走廊里随处可见饿到发疯的幸存者，有人蹲在墙角，疯狂抠着墙皮往嘴里塞；有人捧着路边的脏水猛灌，大家眼里满是饿极了的疯狂。在这末世里，活下去的唯一指望，好像就只剩一口吃的。反观咱小队，简直是末世天堂，翻出后厨煤气罐，支锅煮麻辣烫喽！厚麻酱、辣椒面、灵魂白糖全安排，宽粉、鱼丸、青菜一股脑倒进锅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食材在汤里翻滚沸腾，热气袅袅向上飘，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正宗赵大强麻辣烫原地出锅，还是麻酱麻辣烫香，末世有这一口比啥都强，香味哪藏得住？顺着门缝飘出去，走廊里瞬间安静了。这帮人循着香味凑到门口，那模样直接被馋哭了。谁也别想抢我的宝贝麻辣烫，咱炫咱的，让他们眼馋去。别人在末世里苦苦求生，饿到啃树皮喝脏水，我却躲在包间里炫着热乎的麻酱麻辣烫，这反差爽感直接拉满，简直不要太滋润。可我心里清楚，这诱人的香味不光引来了恶汉，更引来了暗处的豺狼。贪心的老板带着3个壮实的同伙，正躲在走廊拐角埋伏着呢。老板眯着小眼睛，死死盯着包间门，满眼都是贪婪。他对着同伙使眼色，示意慢慢靠近，想趁机抢物资。卷毛最先察觉不对劲，眼神瞬间变得警惕，悄悄示意我们戒备。我赶紧放下碗，随手抓起身旁的锅铲，做好防御准备。李玉凤躲在我身后，双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眼神紧张却不慌乱。卷毛跨步站在门口，像一堵墙挡住去路，眼神冷厉扫视走廊。这场末世里的麻辣烫保卫战再次升级，这波危机咱可不能掉以轻心。我守在满桌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堆叠整齐的食材箱旁边，抠门老板听说我有满屋子麻辣烫食材，立马纠集了3个壮实的同伙，拿着木棍直接堵在包间门口，摆明了要硬抢，还倒打一耙说我偷了饭店财产。老板向我慢慢走来，林小小，你个小寒假工，敢偷饭店食材，赶紧全部交出来，我饶你一条命，不然把你丢出去喂丧尸。我丝毫不慌，延续原版戏精本性，假装被老板的语气吓到，脚下一软，直接摔倒在地，反手甩锅。老板推人，你怎么推我啊？我只是想留口吃的活命，你太欺负人了。小卷他要抢我的麻辣烫，还要打我。卷毛最见不得我受委屈，当场暴怒，抄起旁边的板凳，直接把老板一伙人全部揍趴。老板被打得跪地求饶，别打了，别打了，我都给你，我都给你。老板跪地求饶，样子十分狼狈，最后只能留下压缩饼干，灰溜溜的沿着走廊逃走。看着老板狼狈的样子，我得意的笑了笑。小卷，你也太厉害了吧，刚才吓死我了，还好有你在，快让我好好看看你，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瞧一瞧，看看有没有哪儿磕着碰着的。我没事，这点小杂碎还伤不到我。你呀，真的是总让人心头就这一把担忧。我那不是没办法吗？谁让他要抢我的食材，我又打不过他，只能找你帮忙了。这波不仅守住了口粮，还白嫖一波物资，血赚。收拾完抢货人渣，我带卷毛出门找水探路。天花板垂下的电线摇摇欲坠，时不时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散落的桌椅歪歪扭扭，有的被掀翻在地，有的布满啃咬的痕迹，处处透着末世的荒芜与危险。刚拐过前厅拐角，瞬间僵住。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男人慌张地缩在吧台后边，前世的回忆瞬间涌上来。我压抑住愤怒的情绪，狠狠地盯着他，恨不得咬死他。这张脸我记一辈子，正是前世把我推给丧尸的叛徒王刚，上一世他伪山害人，抢我口粮，置我于死地。这一世我绝不手软。我表面不动声色，复仇妙计早已在心里盘算妥当，借刀杀人才最解气。我向着王刚的所在处扔出一颗石子，引起了丧尸的注意。王刚立马大惊失色，眼里透露着恐惧。丧尸慢慢靠近王刚，他面露恐惧。你看，是他故意弄动静引丧尸，想害我们。丧尸全是他招来的，全程我没动一根手指，他自食恶果，前世大仇轻松得报，甩锅技能直接拉满，真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一点都不冤枉。当所有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我长舒了一口气，转头看向身旁的卷毛，接着便转身准备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返回囤货处，解决了心腹大患。可麻辣烫核心食材快空了，只剩下零星几根粉条和几个碎丸子，旁边的调料瓶也所剩无几，显得格外冷清。再不补货就得断粮。别急，前世的记忆杀来了，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囤满全套食材。看着见底的食材，前世画面猛地炸开，末世里饥寒交迫、啃树皮、咽草根的画面与赵大强麻辣烫门店的热闹场景瞬间交织涌入脑海。滚烫的骨汤、喷香的麻酱、堆成小山的丸子，还有末世爆发那天，客人们尖叫着逃窜，门店大门敞开的慌乱模样。末世宝藏就在眼前，楼下赵大强麻辣烫门店，末世爆发时，客人慌乱逃窜，压根没关门。我知道哪有超多食材，跟我走，搬空赵大强，末世麻辣烫自由了。3人压低身形，后背紧紧贴着楼道的墙壁，身体微微弯曲。到了楼下商业街的赵大强麻辣烫门店，门店的卷帘门被拉到一半，门内隐约看到里面堆积的物资轮廓，门口没有任何丧尸游荡。推开门直接看傻，麻酱、宽粉、丸子、底料全起火，一样没少，发财了！这下末世麻辣烫管够，一辈子都吃不完。这波直接囤够全家口粮，末世再也不用愁没口吃的。3人脸上都挂着满满的满足笑意，嘴角上扬，眼里满是喜悦，那种实现炫饭自由的幸福感藏都藏不住。几道黑影瞬间窜了出来，挡在了3人的去路中间，眼神贪婪地盯着3人身上满满当当的物资，嘴角勾起一抹
我凶狠的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刚囤完满车的物资，还没来得及开心，返程就遇上了打劫的，这麻烦还是再次找上门来了。卷毛反应最快，往前一步，挡在林小小和李玉凤身前，神色变得格外戒备。敢抢我的麻辣烫物资，敢断我的末世口粮，这群不长眼的东西，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让你们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碰的。家人们，谁懂这种怀揣巨款走夜路的感觉啊？我们3人背着沉甸甸的行李箱和背包，里面塞满了刚从赵大强门店扫荡来的宝贝食材。可刚走到商业街路口，就被3个拎着铁棍、满脸横肉的恶人拦住了去路。这群家伙眼神里透着饿疯了的绿光，盯着我们鼓囊囊的包，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3个恶人呈扇形散开，堵在路中央，嚣张地挥舞着手中的棍棒，脸上写满了嗜血和贪婪。恶人头目眼神阴狠，语气嚣张地说：“喂，那边的小子属精，把背后的包全留下，人可以滚。要是敢说个不字，老子今天就打断你们的腿，直接丢进丧尸堆里喂狗。”换做前世，我肯定当场吓尿，但这一世，姐可是有紫薯精专属满级演技的人。我灵机一动，瞬间切换成软萌委屈模式，娇小的身躯假装害怕的瑟瑟发抖，1秒缩到卷毛身后，低着头开始掉金豆豆，主打一个示弱麻痹对手。我哭唧唧的哀求：“呜呜，各位大哥，求求你们了，我们包里真没多少吃的，就只有一点点干粮，那是我们最后活命的东西了，抢了我们就没活路了呀！”这帮恶人一看我哭得这么惨，果然以为碰到了软柿子，互相对视一眼，放松警惕，就想冲上来抢包。就在他们踏入攻击范围的瞬间，卷毛等时机，动作干脆利落的横扫而出。我也没闲着，一边尖叫着大喊恶人偷袭，一边抄起砖头精准撞，刚卷毛3、2下就把这3个恶人制服了，不仅团灭了他们，还从他们兜里搜刮出了几瓶纯净水和2袋压缩饼干。啧，这波啊叫紫薯精扮猪吃虎，物资小分队实力再次暴涨。家人们，谁懂啊？末世里最可怕的，真不是那群只知道嘶吼的丧尸，而是突如其来的病痛。我的老实同事李玉凤跟着我们一路在风雨和惊吓中奔波，身体到底还是扛不住的。回到包间后，他就开始高烧不退，一张脸烧得通红，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看着他在那儿浑身打冷战，我和卷毛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竟然连半片退烧药都找不着，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饭店的包间里，李玉凤虚弱地靠在椅背上，嘴唇干裂。我拧干了湿毛巾，轻轻敷在他的额头上，眉头紧锁，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担心。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赵大强的骨汤底料里可全是真材实料，不仅温热养胃，还有生姜和各色驱寒香料。我也顾不上心疼我那点命根子食材了，立马架起锅，煮了最浓郁的骨汤，再撒上一把白糖。我屏住呼吸，用细密的滤网反复过滤，只留下那碗热气腾腾、清淡驱寒的纯骨汤给玉凤喝。我端着碗，一勺一勺细心的吹凉，温柔的喂进玉凤嘴里。看着她吞咽的样子，我想起前世自己只会甩锅，只会让她受委屈的模样，心里一阵酸涩。李玉凤声音嘶哑虚弱，眼眶泛红的说道：“小小，谢谢你，以前在饭店，你总把错推给我，我还以为你真心讨厌我，没想到这种时候，你竟然愿意救我。”我别扭的转过头，小奶音带着点坚决：“以前是我太作，太不懂事了。玉凤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我林小小发誓，这一世我护着你，再也不让你背黑锅了。”麻辣烫汤底化身救命良药，我们彻底交心成生死姐妹。但安稳日子还没过2分钟，那个该死的周主管竟然勾结了外面的恶势力，正拿着刀准备报复我。危机升级，我该如何应对？家人们，之前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周主管，那老妖婆根本咽不下这口恶气。这女人心肠简直比外面的丧尸还要黑透了。她知道单凭自己打不过卷毛，竟然偷偷跑到外围，找到了一群手里沾过血的恶势力团伙。为了借刀杀人，这老妖婆满嘴跑火车，撒谎说我包间里不仅有满屋子的麻辣烫，还有好几公斤黄金，把那群贪婪的恶人哄得团团转，带着刀准备偷袭我。饭店走廊死气沉沉，周主管披头散发，带着3个满脸横肉、手拿砍刀的恶人，悄悄摸到了包间门口。周经理手里攥着剔骨刀，眼神阴狠的像是要吃人，带着3名打手悄悄摸向门把手。真以为我还是前世那个任他随意拿捏，只会低头哭泣的软柿子？我早就听到了门外的动静。对付这种塑料同盟，我将计就计。我轻手轻脚的把之前缴获的几袋压缩饼干和2瓶纯净水精准的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我躲在门板后，深吸一口气，大声喊道：“外面几位大哥，你们被骗了！这房间里哪有什么黄金，反倒是周经理，他刚才在路边偷偷藏了好大一包压缩饼干，说是要等你们帮他抢完物资，就一个人跑路呢。”我这番话可是精准踩中了末世里人性的死穴。那群恶人本来就防着他，这下好了，恶人们瞬间觉得自己被个女人耍得团团转，当场暴怒。没等周主管开口狡辩，恶人头目反手一个巴掌就把他扇飞在地，双方直接在狭窄的走廊里自相残杀的打了起来。周主管本就做贼心虚，混乱中，周经理被误伤倒在血泊中，巨大的动静又引来了附近的丧尸，伴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这老妖婆最终被丧尸扑倒。前世害我最惨的最大仇人终于彻底了结。
随着幸存者不断加入，狭小的饭店包间早已人满为患，连墙角都挤着裹着破外套的人，呼吸声、低语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拥挤。看着眼前一张张疲惫却充满期待的脸，大家一致推举我当队长，声音坚定的不容拒绝。我从角落里站起身，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宝贝麻将罐子，拍了拍上面的灰尘。谁能想到，我这个曾经只会甩锅的寒假工，如今成了末世里的主心骨。我一改往日的软萌，眼神变得极其锐利，扫视了一圈众人。新官上任3把火，我必须得立下末世铁规矩，每一条都要护着队友，更要护着我的麻辣烫。我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板，准备开始训话。第一，不许欺负队友，不许内斗，违者逐出小队。人群中的几个壮汉连忙低下头，连连点头，大气都不敢出。第二，我的赵大强麻辣烫食材谁也不许私藏，不许抢，哪怕是一根青菜、一勺麻酱都要统一分配。我紧紧抱着麻酱罐，语气里满是坚定。第三，敢害队友、敢抢吃的，我林小小的甩锅大法，直接让你生不如死，丢去喂丧尸。话音刚落，身边的卷毛立刻配合的捏了捏拳头，指关节咔咔作响，威慑力十足，没人敢反驳，所有人都低着头，彻彻底底的臣服于我。我满意的笑了笑，刚准备让大家轮流休息、整理物资，可就在小队刚刚稳定下来，意外突然降临，窗外远处的天空骤然变得灰暗，隐隐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声，越来越近。卷毛猛地冲到窗边，扒着窗框往外看，脸色瞬间煞白。正是前世让我们团灭的大型尸潮，他竟然比前世提前出现了。门外成百上千丧尸奔跑的轰隆声越来越近，地面微微震颤，仿佛要踏平整个饭店。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整个包间。门外丧尸的轰隆声越来越近，数量多到数不清，嘶吼声震耳欲聋，包间里瞬间乱作一团。前世就是这波尸潮，让整个饭店的人全部团灭。我脑海里猛地闪回卷毛浑身是血，维护我被丧尸淹没的画面，心脏像被攥紧般剧痛。我死死咬住下唇，强迫自己冷静，不能慌。林小小，你不能慌。我拼命回想前世的记忆，突然眼睛一亮，想起饭店后院有一条隐蔽的废弃消防通道，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机。我立刻跳上椅子，用力拍手，吸引众人注意力，大声喊道：都别慌，听我指挥，带上物资，跟我走后院消防通道。混乱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我迅速分配任务，我知道安全路线，卷毛断后，玉凤带着大家跟上。说完，我一把抱起最重要的麻酱箱子，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命没了，我的麻辣烫食材也得保住。我带头冲进后门狭窄的消防通道，凭借前世记忆精准带路，左拐右拐，避开了所有游荡的丧尸。卷毛拿着铁棍守在队伍最后，奋力击退几只扑上来的丧尸，完美守住了后路。一行人有条不紊的撤离，很快冲出通道，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废弃超市，大家瘫坐在超市外的空地上，大口喘气，劫后余生的庆幸写满脸上。李玉凤和其他幸存者抬头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满是敬畏与崇拜，嘴里不停喊着我是末世神人。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微微扬起下巴，转身仰望这座坚固的超市，嘴角上扬，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接下来我们要接管这里，我的专属麻辣烫安全屋，末世女王的逆袭之路正式开启。我们一行人刚冲到废弃超市门口，卷毛就用力推开玻璃大门，大家推着装满物资的行李箱鱼贯而入。一进门，宽敞整洁的空间就让我松了口气。货架虽有些凌乱，门窗却完好坚固，这不就是末世里最完美的安全屋吗？幸存者们放下行李，纷纷瘫坐在地，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放松，再也不用挤在饭店狭小的包间里提心吊胆。可我没心思休息，心里满是我的麻辣烫食材，一把拉起卷毛，眼神狂热地往超市深处走。进入安全屋，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食材找个风水宝地。走到超市最里面，一间带防盗门的密闭储物间映入眼帘，我眼睛瞬间亮了，双手叉腰，霸气挥手，从今天起，这里就是赵大强麻辣烫专属粮仓。我立刻指挥大家卸货，成箱的麻酱、红薯宽粉、鱼丸炸串被一一搬进储物间，我亲自上手规整，生怕有半点磕碰。看着货架被码得整整齐齐，我坐在中间，紧紧抱着最大的麻酱罐，心底满是变态般的满足。我掏出重型大锁，咔嗒一声锁死房门，板着脸对全员警告：这把钥匙只有我有，谁碰我的食材，别怪我甩锅大法不客气，这可是咱们小队的命根子。卷毛立刻扛着铁棍守在门口，像尊门神般配合。我得意地甩了甩头发，别人末世建军火库，我偏要建麻辣烫粮仓，这反差人设算是焊死了。可就在大家准备喘口气时，超市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撞击声，卷毛立刻握紧铁棍，眼神警惕起来。临时货架后还隐隐传来丧尸的低吼声，我心里一沉，看来这里还有没清理干净的原住民。我拿起一根棒球棍，眼神坚定地带头走向深处，心里暗忖：物资保住了，安全屋改造才刚开始，今天就把这些残留丧尸彻底清理干净。安全屋改造第一步，必须先清理掉超市里的零散丧尸。零食区里，几只满身血污的丧尸正躲在货架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众人看着这骇人画面，全都双腿发软，谁也不敢第一个上前，气氛瞬间降至冰点。要是换做末世前，我这个干啥不行的饭店寒假工，早就熟练的躲在最后面，把锅甩得一干二净了。可这一世，我带着前世惨死的记忆，我太清楚了，在末世退缩就等于给丧尸加餐。如今的我早已褪去了笨手笨脚的模样，绝不再做那个只会哭唧唧的职场小作精。我深吸一口气，直接
接站到了队伍的最前面，眼神凌厉，用我那标志性的小奶音大声指挥：都给我听好，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小卷，你去左边正面吸引丧尸，千万别被抓到。其他男生拿好武器，从侧面货架包抄堵截。玉凤，你带着剩下的女生死死守住大门，大家跟紧我的节奏，这波稳赢。我的冷静瞬间稳住了全场的心神。短短10分钟，在我的精准指挥下，超市里的丧尸被全数爆头清理完毕，全员零受伤。队友们彻底惊呆了，看我的眼神全变了。谁能想到，以前那个甩锅第1名的林小小，现在竟然成了大杀四方的全能指挥官。紫薯精逆袭带飞全场，全员彻底臣服。安全屋改造圆满完成，咱们终于在末世里有了个遮风挡雨的小窝。我迫不及待地架起小锅，准备煮一碗心心念念的赵大强麻辣烫犒劳自己。可谁知道，浓郁的麻酱红油香味刚飘出去，超市大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糟了，外面那些饿绿了眼的幸存者闻着味儿找上门来了。安全屋刚安顿好，门外就传来一阵阵虚弱的求救声。原来是好几波饿到极致的幸存者，闻着超市里飘出来的麻辣烫香味，一路找了过来，个个面黄肌瘦，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门外10几个幸存者瘫在地上，眼神空洞无光，盯着超市门口疯狂咽口水。在这个被末日阴影笼罩的世界里，门外横七竖八的瘫着10几个幸存者，他们的身体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软绵绵的贴在冰冷的地面上。有人饿得直接大声痛哭，看着格外可怜凄惨。我内心忍不住的同情，求求你们了，给口吃的吧，我们已经好几天都没吃上一口饭了，救救我们吧。卷毛和队员们都怕这些人是坏人，不同意。可我看着他们，想起前世自己饿到啃树皮的惨状，心里一软。我直接去厨房把水倒进大锅里，静静的等待着水烧开。水开始咕噜咕噜的冒泡，我将方便面掰碎，连同干豆皮一起放入锅中。我一碗接着一碗的盛出，将这些承载着希望与温暖的美食递到他们手中。幸存者们接过麻辣烫，他们再也顾不得形象，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汤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浑然不觉，每一口都仿佛是在与死神抢夺生机，每一次咀嚼都充满了对这片刻温暖的珍惜。他们当场宣誓要效忠我，听从我的指挥。我们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小团队，而是在末世中逐渐崛起的一股力量。凭借着这碗赵大强麻辣烫，我们收服了人心，凝聚了团队。在这个充满绝望的世界里，我们凭借着彼此的信任和团结，向着未来的希望不断前行。家人们，咱们这超市安全屋的名气算是彻底打出去了，成功收编了一大批幸存者。我这心里正感慨万千呢。可就在这时，我眼神一凛，一眼就盯上了一个极其熟悉的身影，那竟然是前世在饭店里仗着资历老，天天把我当丫鬟使唤，还明目张胆抢我零食的恶毒女同事。人群中，那女同事正狼吞虎咽地捧着碗喝汤，她一抬头，视线刚好跟我撞了个正着，显然也认出了我这个曾经被她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但现在我可是安全屋的老大，她手里的破碗哐当一声砸在了地上，脸色惨白，双腿一软，扑通倒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我，生怕我报复她，把她直接赶出去喂丧尸。女同事痛哭流涕，声音嘶哑的哀嚎：小小，我错了，以前我不该欺负你，抢你的吃的。她痛哭求饶，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看着她这副卑微到泥土里的可怜样，我心里冷笑一声，要是换做重生前，我今天非得把这口恶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可是我现在可是手握一整个麻辣烫粮仓的末世女王，这一世我已经站在高处，懒得再跟这种小人物计较，但规矩绝对不能破。我抱着胳膊，居高临下的冷冷俯视着她，故意板起脸。我深吸一口气说道：行了，我可以留你，但你不准再搞小动作，不准抢食材，不准欺负队友，更不准打我麻辣烫的主意。我眼神一凛，要是敢违规一次，我直接把你丢出去。女同事拼命点头，感恩戴德。旁边站着的卷毛和李玉凤看着我这波恩怨分明的操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安稳日子没过2天，超市外的街道上突然闪过一道极其诡异的黑影，那行动速度快到离谱，根本不是普通丧尸，危险再次升级，到底是什么怪物？家人们，高能预警！咱们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超市安全屋，忽然遭遇致命危机。超市外毫无征兆的冲进来一只高阶丧尸，眨眼间就冲到了超市内部，力量更是普通丧尸的10倍不止。前世就是这只丧尸咬伤了好几个幸存者，极其难缠。更可怕的是，它像是精准锁定了目标一样，径直朝着我这边冲过来。我吓得腿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身影猛地冲了过来，瞬间挡在我身前，是卷毛。可这高阶丧尸的速度实在太快，卷毛刚站稳脚步，它锋利的爪子就狠狠划在了卷毛的胳膊上。卷毛，小小快躲开，别管我！看着卷毛流血，瞬间破防心疼和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心里爆发，眼泪毫无预兆的涌了出来。我再也不是那个只会躲在卷毛身后的软萌小怂包了。你这个坏丧尸，不准欺负小卷，凭什么咬他？都是你的错，我跟你拼了！哭归哭，脑子没乱。瞥见货架上的麻辣烫玻璃罐，里面还有半罐麻酱，使出全身力气朝着丧尸眼睛狠狠砸过去，精准命中弱点。机会来了！卷毛忍着胳膊上的剧痛，咬紧牙关，趁着丧尸混乱之际，纵身一跃冲了上去，对着丧尸的头部精准发力，每一拳都带着愤怒和守护
护的决心力道十足。丧尸摇晃倒地，彻底没了动静，有惊无险。卷毛太帅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哭着扑过去，小心翼翼地扶住卷毛受伤的胳膊，生怕稍微用力就会弄疼他，眼泪还在不停地掉，眼神却死死地盯着他的伤口，心疼的不行。小卷，你怎么样？疼不疼啊？都怪我，要不是为了护我，你也不会受伤。卧室没有药品，卷毛的伤口会不会感染？我该怎么帮他疗伤？这突如其来的担忧让我刚刚平复下来的心情又揪紧了。家人们，大事不妙，灾难直接升级。刚才那只高阶丧尸的嘶吼声根本不是结束，而是催命的信号。超市被围得水泄不通，撞门声震耳欲聋，有人哭着交代遗言，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沦为丧尸口粮。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甚至开始放弃抵抗，闭目等死的时候，我眼角余光猛地扫到了超市角落里的麻辣烫粮仓，脑子里灵光一闪，丧尸的嗅觉最灵敏，对腥味和浓郁的香味毫无抵抗力，而我们的麻辣烫粮仓里堆着成桶的骨汤汤底，成箱的炸串油，这不就是末世里最强的天然诱饵吗？快把汤底炸串油搬去后门，丧尸会被香味引走，这是唯一活路。我的一声大喊，瞬间点燃了众人的希望之火，原本绝望的眼神里重新亮起了光，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分工协作，没有一个人偷懒。我小心翼翼地推开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缝，屏住呼吸，对着通道里大喊，就是现在，全部倒进去。众人立刻配合，将一桶桶滚烫的骨汤汤底，一勺勺金黄的炸串油全部倾倒在后门的通道里，味飘向尸潮。原本疯狂撞阵、嘶吼不止的丧尸们，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瞬间停下了所有动作。丧尸齐刷刷转头，朝着后门香味源头冲去，不再纠缠超市大门。没过多久，原本围得水泄不通的尸潮就彻底离开了超市大门的方向，追着香味消失在了走廊尽头。围城的危机就这样轻松化解了，靠麻辣烫香味化解终极危机。这场危机解除，我们的小队终于迎来了末世里最安稳、最平静的日子。可就在我沉浸在安稳幸福里的时候，我发现卷毛的伤已经彻底痊愈了。他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深邃，每次和我对视都会下意识的闪躲，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一直憋在心里，准备对我开口。家人们，谁能懂啊？终极尸潮危机彻底解除，咱们的超市安全屋现在简直固若金汤，门窗加固的严严实实，外面的丧尸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小队里物资充足到用不完，吃的喝的，防御武器样样齐全。而我的心头好，麻辣烫专属粮仓更是堆得像座小山，看得我眼睛都直了。麻酱、宽粉、丸子、炸串应有尽有，这辈子都吃不完。末世炫饭，自由圆满达成。现在小队里的氛围也好到爆棚，队员们各司其职，自觉分工。年轻力壮的负责门口防守和外出侦查找物资，细心的女队员帮忙整理物资、打扫安全屋，大家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还是末世当老大好，再也不用被周主管骂，不用甩锅躲责任，想吃多少麻辣烫就吃多少，太幸福了。回想以前，我还是个在饭店里看人脸色的寒假工，被周主管随便克扣工资，被同事挤兑。末世里更是饿到啃树皮、喝脏水，最后活活饿死，连一口热乎的麻辣烫都没吃上。而现在，我从饿到绝望的末世亡魂逆袭成了顿顿炫麻辣烫的末世女王，这波重生简直开了挂，爽到极致，再也不用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终于能安稳下来，好好享受美食和生活了。卷毛养好了，伤毛的伤也彻底养好了，胳膊上的疤痕都淡了不少。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温柔，每次我炫麻辣烫的时候，他都会坐在旁边静静看着我，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明显是有重要的话要跟我说。我早就察觉到他的不对劲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跟我单独相处，要么帮我整理麻辣烫食材，要么悄悄给我留着最脆的炸串。每次想开口，却又欲言又止，看得出来他酝酿了好久，憋了一肚子藏在心里很久的话。每次想开口，却又欲言又止，看得我又紧张又期待。卷毛缓缓地抬起手臂，看了看自己胳膊的伤口彻底痊愈。趁着夜幕降临，大家此刻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卷毛单独把我叫到超市门边，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暧昧氛围直接拉满。全网最痴情的小卷终于要告白了。小小，从末世前见你第一面，我就想带你吃遍赵大强麻辣烫，我不想只当你的保镖。我整个人瞬间愣住，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他把奶糖递到我手里，手指碰到我掌心的那一刻，还轻轻颤抖了一下。他一脸认真地看着我，眼神专注而真诚。我想一辈子护着你，顿顿给你买麻辣烫。当你遇到困难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前，用我的肩膀为你扛起所有的压力。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他的声音落下之后，四周陡然安静了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他目光直直地落在我的脸上，眼神里满是专注与期待。听着告白，我想起前世卷毛为了保护我牺牲，这一世又次次为我冲锋陷阵，瞬间脸红心跳，我的脸颊迅速涌起一抹绯红，像是天边被夕阳染透的云霞，眼神也变得躲闪起来，低垂着眼帘，害羞的缓慢点了点头。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带着满心的欢喜，我一步步走进卷毛。我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以后你要一直给我买赵大强，不准反悔哦。当我的答复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时，他的眼睛瞬间睁大，将我紧紧地拥入怀中。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停止了，只剩下我们相拥的温暖与美好。
此刻，我整个人放松下来，安心地靠在卷毛温暖的怀里。他们就像我最坚实的后盾，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能彼此信任，相互扶持。这里的麻辣烫仿佛永远也吃不完，无论我们怎么吃，锅里始终满满当当，仿佛这就是上天对我们在这残酷世界中坚持下去的一种恩赐。卷毛将我搂入怀中，我忍不住想起前世的自己，我的眼眶微微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前世今生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前世的我瘦得仿佛一阵风便能将我吹倒，在那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里，为了能勉强维持生命，我甚至不得不去啃那粗糙苦涩的树皮，每一口都似在咀嚼着生活的绝望。我又遭遇种种不公，周主管对我极尽压榨之能事，全然不顾我的疲惫与艰辛，而那些曾与我并肩共事的同事，却在利益的诱惑下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我。我临死前还在念叨赵大强麻辣烫，最终我带着满心的遗憾和不甘，惨死在那冰冷的街头。想到这，我的思绪回到现世，我穿着干净的紫色衣服，有吃不完的麻辣烫，身边有爱人，有朋友，被众人捧在手心，衣食无忧，威风凛凛。上一世我活得太窝囊，被人欺负，饿到惨死，连一口麻辣烫都吃不上。这一世重生，我报了仇，护住了在意的人，顿顿能吃赵大强，再也没有遗憾了。曾经那个被全网厌烦的显眼包韩家公开始了华丽的蜕变。我凭借着自己在末世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逐渐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势力。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弱者，而是成为了人人臣服的末世女王，站在权力的巅峰。我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末世中的净土。我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对抗着末世的种种危机。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守护住我所珍视的一切。家人们，全网爆火的紫薯精灵小小末世重生记迎来大结局了。经过重重磨难，我彻底坐稳末世女王之位，超市安全屋变成了末世里的世外桃源，麻辣烫粮仓永远充足。我站在安全屋最前面，卷毛站在我身侧，李玉凤和一众队员站在身后，所有人眼神恭敬。我穿着干净的浅紫色衣服，不再是脏兮兮的工服，气场全开。我依旧是那个爱吃赵大强麻辣烫、软萌带点小脾气的林小小，只是再也不用甩锅躲责任，不用看人脸色，护着爱人，守着队友，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如今的我，不再需要用甩锅来保护自己，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我可以勇敢地做自己，护着爱人，守着队友，在这温暖而美好的生活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重生末世，有仇必报，有麻辣烫必炫。我是林小小，末世女王，想吃赵大强麻辣烫，跟着我，管够。末世很苦，但有你和麻辣烫足够甜，每一天都充满了危险和挑战。我们要与丧尸搏斗，要为了一口食物而奔波，但只要身边有你们这些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再加上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生活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在寒冷的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麻辣烫，欢声笑语回荡在破旧的房屋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甜蜜，这种甜蜜来自于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来自于那一碗小小的麻辣烫。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等着我们，但我不怕，因为我有复仇的决心，有你们这些不离不弃的伙伴，还有那一碗永远能带给我温暖和力量的麻辣烫。在这末世之中，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活下去，让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强者。